未来穿越。小姐，老爷派人催促您去前厅会见二小姐。会见二小姐？侯玉瑶回府的那一天，我重生了。二小姐一进府就打点了全府上下，笼络了人心，怕是不怀好意啊。连翠儿都能看清楚侯玉瑶不怀好意，上一世我却因为太过高傲对她嗤之以鼻，可谁知她竟早有害我之心。重来一世，我定要好好谋划，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翠儿，替我梳妆。母亲，听闻此药对助眠效果甚好，玉瑶回来之时特意找郎中开了1个月的量，喝完之后你就不必为失眠的事情忧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玉瑶有孝心呐，回府前还记挂着你的病情，求得了这副良药，不像清婉那丫头蛮横自私，心里只有她自己。玉瑶，这药治疗失眠的效果甚好，你有心了，为母谢谢你。不能喝。这药里有毒，喝了可是会死人的。玉儿这么快就上钩了，侯清婉，这戏我给你编排好，你可得好好唱。这药可是玉瑶一大早未经孝心亲自熬制的，姐姐就算不喜欢玉瑶，也不能诬陷玉瑶呀。哼，清婉，玉瑶为你母亲求的这味良药，服用多日并无异样。她若下毒，何须等到今日？你平时嚣张跋扈也就算了，现在变得擅妒诬陷。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管教管教你。来人，上家法！正廷，清婉她只是一时口误，我现在就让她给玉瑶道歉。清婉，这药我已经喝了很多年了，怎么会有毒呢？你怎么能诬陷玉瑶？快给玉瑶道歉！道歉？清婉，你要干什么？姐姐，你要用这个簪子杀了我吗？你可是我亲妹妹，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我只不过是想给妹妹一个清白。妹妹，姐姐问你，这银簪没毒吧？自然没有。既然这银簪没毒，那就用这银簪来测试一下这汤药有没有毒。侯清婉，你个蠢货，给你举报这药里有毒的人是我派的。别说你不知道这汤药里我加了曼陀罗花茶，就算知道，这慢性药用银簪也测不出来。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因为闹这一出受到惩罚。清婉，你闹了2个月还没有闹够吗？玉瑶她乖巧懂事，心地善，你也不能仗着自己是侯府嫡女的身份就一直欺负她呀。母亲，你不必忧心，姐姐只是一时没法接受我回府，我能理解。玉瑶一心只想为母亲分忧，别无其他。既然能当场测试，证我清白，玉瑶求之不得。玉瑶，委屈你了。好，那就测。如果测出这是你诬陷，那就加罚处置20大板，一个也不能少。老爷三思啊，这20大棍下去，人半条命都没了。清婉，你快给你父亲还有玉瑶道歉。小姐，这汤药夫人已经喝了数日了，都没有查出被下毒，咱们只是听到有人举报，并没有证据，这么贸然试毒，恐有不妥啊。上一世侯玉瑶一回府就派人放出假消息，激我在众人面前测试汤药，众人劝说我都不理，最后银簪并无反应，我也被父亲打得半死。
女女，家法伺候。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20大板，一个也不能少！这一世，侯玉瑶，这自作孽不可活的戏码，也该由你上演了。母亲，翠儿，你们不必为我担心。就按父亲说的，如果测出这药里没毒，我甘愿受家法处置。可如果有毒，玉瑶甘愿受罚。要的就是你这种目中无人、不听人劝的劲儿，否则这戏可就不好看了。侯玉瑶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挨板子了。这个针变黑了，有毒！这汤药真的有毒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侯玉瑶，你怎么都没想到，刚刚接过汤碗的时候，我趁机下了毒，想要打着孝顺的名义残害我母亲，再不可能。穿越者又怎样？侯玉瑶，这一世我定要踩着你的路，让你无路可走。玉瑶，我待你不薄，你居然要害我！不可能，这银簪不可能测出来的。妹妹，按照你的意思是，毒你下了，但你下的毒，这银簪测不出来，对吗？员外，就算这碗里有毒，但是你也不能证明这毒就是玉瑶下的吧？父亲，您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从我听府里有人举报说这汤药里有毒，可我从未说是妹妹所下，反而是妹妹一直在不停给自己安罪名，难不成是心中有愧？我只是怕有人陷害，挑拨我和母亲的关系，损害我的名声。妹妹说不是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相信，也定会查清。只是这下毒之事多少与妹妹相关，所以这汤药之事以后也不劳烦妹妹了。来人，把妹妹从外面带回来的药包全部烧掉！不要！姐姐，这药是我特意为母亲找的，效果甚好。如若烧掉了，我怕母亲再为不眠而困扰呀。姐姐知道你心系母亲，可如今有坏人作祟。今天有幸被我发现汤药之事，可若其他汤药针也被下了毒，这母亲万一又出事。姐姐说的是，玉瑶现在就去查，是谁要害母亲？哎，妹妹，你别着急走啊，刚才可是你当着全府的人应允，这银簪若是测出有毒，你自愿受家法处置，若是不执行，这对侯家家法不遵，放肆不打紧，那妹妹也会失信于人呢。父亲，你说对吗？父亲，玉瑶，下毒之事，为父相信跟你无关，但此事因你而起，20大棍改为5大棍，诚意敬重本人。父亲，玉瑶冤枉！父亲，玉瑶是冤枉的！父亲，玉瑶，停！
老爷，有停下吗？父亲若真心疼妹妹，就此作罢便可。侯府家规遵循上百年，若妹妹破了一次，也无大碍。看似给我求情，实际上在提醒父亲侯家家规已有100年，破不得。侯庆，这个蠢货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聪明？难道他之前的无脑跋扈都是装的？还有那汤药，明明有银簪，根本就测不出来，可为何？父亲，妹妹还在凳子上趴着呢，这打或不打，你得尽快做决定啊。侯家家规不能破，需要禅院术法。玉瑶，乖巧懂事，委屈你了。你放心，为父一定会为你找回清白的。继续。父亲，玉瑶是冤枉的。侯正体，同样是你的女儿，你可曾有心疼过我一点？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20大板，一个也不能少！打了5板子，你都心疼到不行。上世你可是打了我20板子，要了我半条命啊！爸，比起侯玉瑶害我惨死，20板子又算什么？不是玉瑶是冤枉的。侯正体，侯玉瑶，这才是开始。这一世，我将不再顾及血脉之亲，你们欠我，我定让你们血债血还。小姐，伤药好得快，为了半个月后的皇家盛宴，你得忍忍了。伤药。侯清婉，竟敢给我装无脑千金，让我卸下戒心，害我挨板子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。但那又怎样？我可是穿越之身，皇家盛宴在即，那日我定让你身败名裂啊！翠儿，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做2件事。这第一件，你去城南找张裁缝，让他按照此设计把这套衣服做出来。那第2件事呢？这第2件，你去城中找最大的书铺，将这些书稿印刷1万份，在皇家盛宴开始的前一天全城发放。小姐放心，翠儿现在就去办。侯玉，穿越女又如何？这一世，我定要走你的路，让你无路可走。周二，去找最好的裁缝，按照这个图纸把衣服做出来。是，小姐。将侯府大小姐要做的衣服样式拿过来下。哎，师傅，这2张纸怎么一模一样啊？侯府的2位大小姐拿过来的服装样式图纸竟然一模一样，既然一样，为何要各自单独送？难道他们2位并不知此事，或者说有一方知道故意为之？婵儿，此事关系到侯府的内事，你我切勿多嘴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此衣服设计史无前例，却同时被侯府2位小姐拿出，
不知两人穿上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出现在皇家盛宴，会是？今日承蒙陛下恩典，设下家宴，才子佳人齐聚一堂，特设此凤鸣文社，邀请王府贵女，以诗情为盾，以笔墨为鉴，在这琼华殿上各展奇才。姐姐，母亲汤药里的毒，是你为了打压我自导自演下的。我怎么会在自己生母的汤药里下毒？妹妹如此问我，难不成是妹妹做过此事？一会儿装白痴，一会儿装绿茶，你不累我都替你累。下毒之事是我轻看了你，我认栽。但是今日皇家盛宴，我侯玉瑶就让大家大开眼界，让你侯清婉身败名裂。是吗，妹妹？不知妹妹你何来的胆气？就凭这，反正都要进场了，给你看看也无妨。妹妹这衣服着实一般。死鸭子嘴硬，一会儿大家开演的时候，希望你也能这么淡定。有请各府贵女入场。侯玉瑶，等我脱去斗篷，不知你的反应会是如何？脱斗篷，去遮扇，行礼。这怎么一回事模一样。怎么一模一样？就是啊，一模一样。怎么回事？侯府的两位小姐服装跟妆造一模一样。侯大人，难道是您贵府故意的编排？什么？我和侯清婉的服装和妆造一样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回事？侯清婉，你这个贱人！你居然在我身边安插眼线，盗取我的创意！果然是外室之女，这大殿之上辱骂长锦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李嬷嬷，掌嘴！皇后娘娘，玉瑶不是有意辱骂，只是姐姐不知何时盗取了我的创意，在大殿之上穿得和玉瑶一模一样。玉瑶大为震惊，这才失态的。妹妹何出此言？如果说衣服一样便视为偷窃，那我是不是也能说是妹妹偷了我的创意？侯清婉，你少在这里贼喊捉贼！这件衣服是我一手设计的，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，是不是盗取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都给朕闭嘴！衣服一样而已，节目尚未表演，谁抄袭谁，未免言之过早。对，衣服设计稿他侯清婉能偷，但这舞蹈我只在屋内单独跳，想模仿，只会东施效颦，成为笑柄。陛下所言甚是，衣服一样也许只是凑巧，但是玉瑶的舞蹈加上这个衣服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定独一无二。陛下不妨让我和姐姐分别表演一下，就能知道谁真谁假。陛下，婉儿身为侯府嫡女，自幼贤良淑德，她怎会做出抄袭之事？皇后娘娘，玉瑶急于证明，也是为了还姐姐清白啊。你作为姐姐的姨母，也不希望她身上有不清不楚的污点吧？姨母不必为婉儿忧心，既然是妹妹想给婉儿清白，那我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啊？谁先谁后，妹妹选择。想让我先跳，给你抄袭的机会，不可能。妹妹身为庶女，岂敢当先？还是姐姐先请吧。为保公平，玉瑶愿在殿外等候，绝不窥视一二。哼哼，婉儿果然有侯府嫡女风范。好，玉瑶丫头退下，婉儿开始表演吧。谢陛下。侯清婉，跟我穿同样的衣服又如何？
你知道穿这个衣服要跳什么舞？敢抄袭我定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劳烦公公。诺。哦，快看看哦！哈哈，这种舞蹈节奏，那简直是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呐！朕都不由自主的想随之摆动啊！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今晚居然有如此技艺，玉瑶一定会比他更加优秀。之前被他传了仙符，今日看来，他竟也有如此可能俏皮厉害。吴国建国几十载，凤鸣文社举办10余年，此种能让众人都不由跟随的新奇表演，可是第一次。说婉儿抄袭，皇上，如今看来，您信吗？皇后所言极是啊，婉儿的这种表演，那是史无前例，根本无人可抄。哈哈哈哈哈！婉儿此舞让朕是大开眼界，若真是你所创，那今年的行首便归你了。但如果你真的抄袭，那就别怪朕无情了。今晚绝不敢欺君。有请侯府2小姐侯玉瑶上殿表演。诺。这乐谱怎么跟清婉姑娘的一模一样？开始吧。怎么和今晚一模一样？难道玉瑶？侯玉瑶，上一世你给我的痛苦，现在都轮到你了。停！侯玉瑶，你给朕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跳的跟婉儿刚刚跳的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？怎么可能？李乐师，本宫问，刚刚你弹奏的是不是2小姐给你的乐谱？回娘娘，微臣刚刚弹奏的确实是2小姐的乐谱，而且这张乐谱跟大小姐给的确实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！这个乐谱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，侯清婉怎么可能会知道？侯玉瑶，既然是你仗着自己是穿越者，将我算计惨死，现在我重生了，只是把你带给我的痛苦一点点还回去罢了。侯玉瑶，你的乐谱舞蹈和清婉一模一样，你可知罪？你胡说！我跳的舞蹈，他怎么可能会跳？你放肆！皇后娘娘息怒，小女年纪尚幼，自小无人管教，初入侯府，急着站稳脚跟，看到姐姐节目精彩，难免动了心思，还请陛下饶她一次，还不赶紧跪下谢罪！是你，就是你，是你暗中盗窃我的音乐舞蹈，还有我的衣服，你太卑鄙了！你敢打我？你目无长姐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你现在敢顶撞皇后娘娘，无视父亲，
父亲让你给皇后娘娘谢罪，没听见吗？哎呀，玉瑶，快跪下谢罪！皇后娘娘，玉瑶并非刻意顶撞，只是玉瑶太过冤屈。陛下，请你听玉瑶解释啊！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还想解释什么？若真的是玉瑶抄袭姐姐的话，为何会让姐姐先跳那支舞呢？而且在我上殿之后，又和她跳一模一样的舞，让自己深陷质疑。还有，今日进殿之前，姐姐明明看到我穿的衣服和她一模一样，却一言不发。你是说，刚才在殿外，你让她看过你的表演服装？没错。娘娘，陛下，刚才在殿外等候的时候，我就曾给姐姐看过我的服装，在场的各位姐妹都可以证明。侯清婉，你敢承认吗？我承认，在进殿前，我的确看到妹妹与我穿一模一样的服装。是呀，玉瑶小姐若是抄袭，肯定会千方百计地抢在她姐姐前面表演，怎都会傻到在她姐姐后面表演。是啊，莫不是大小姐算计二小姐呀？是，没错。你这个贱女！父亲，真相未出，陛下圣裁未定，您现在就来教育女儿，是不是为时过早了？皇上，微臣教女无方，任职在大典之上，欺君入媚，愚弄众人，请皇上恕罪呀！侯大人，陛下都没说婉儿是欺君，你怎么就凭二丫头的几句话就定了婉儿的罪呢？皇后娘娘，恕玉瑶直言，你作为姐姐的姨母，姐姐犯了错事，你可以为她撑腰。可玉瑶自小无父无母，今日若被诬陷，哪还有我出头之日？妹妹，我本念及姐妹之情，不想与你纠缠，可你却愈加放肆，无凭无据，竟敢指责皇后娘娘。侯清婉，刚刚在殿外，你明明就看到我们穿的一模一样，却不说，还设计在我之前跳舞，让我难堪。你不与我纠缠，不就是因为你心虚吗？在大殿之外，你的确让我看了你的衣服，那是因为你嚣张自傲，故意让我看到的。在场的姐妹都可以证明。凤鸣文社所有贵女入场之前都需穿披风，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发型和服装，避免让旁人抄袭。可玉瑶小姐却当众主动透露给大小姐，当时众姐妹看到后无不疑惑。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没错。我当时也疑惑，可如今想想，全都明白了。她在进殿之前让我看到她的服饰，第一是想让大家先入为主，认为这服装就是她的；第二，她是想让我在进殿之前主动退出比赛。是这么回事啊？二小姐怎么这样？是这么回事？侯清婉，你胡说！你颠倒是非！陛下，玉瑶有证据，有侯清婉抄袭我的铁证。铁证？你有何铁证？衣服，就是这件衣服。侯清婉，我问你，衣服的图稿是你设计的吗？是第一时间送到裁缝铺缝制的吗？是。我设计好之后，就让翠儿去城南找张裁缝制作的。巧了，玉瑶设计的图稿做完之后，也是送给了城南的张裁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可知道张裁缝有个规矩，就是每天只接一单客人。既然我们都是做好图纸之后送给了张裁缝，那么谁是最后送去，谁就是抄袭者。没错，两个人怎么可能创造出一模一样的衣服？最后到张裁缝铺的才是真正的剽窃者。是啊，没错，没错啊。陛下，玉瑶恳请将城南张裁缝请到殿上，为我证明申冤。臣女问心无愧，何惧证明？选张裁缝。真是作死！这衣服的设计图稿，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。就算你在我眼前安插了眼线，偷了图稿，拿给张裁缝的时间，也只能比我晚。侯清婉，你死定了！
张裁缝到。草民张百济叩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张裁缝，朕来问你，你是否为侯府2位小姐做过一模一样的衣服？回皇上，是。那你可记得侯府2小姐什么时候去的吗？回皇上，2小姐是4月初8派贴身丫鬟前来。张裁缝，你快告诉皇上，我姐姐侯清婉是不是比我晚了1日？不知2小姐何出此言，草民记得清楚。2小姐是4月初8，大小姐是4月初7，比2小姐早来了1日。原来是2小姐抄袭啊！肯定2小姐抄袭啊！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2小姐抄袭啊！没错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张裁缝，本宫问你，你确定婉儿比玉瑶提前1天去找你做衣服吗？草民句句属实，不敢欺君。你胡说！陛下，一定是侯清婉收买了他。草民1天只接待1位客人，全城皆知。况且南城人流众多，清婉小姐贴身丫鬟翠儿前来，并非草民一人所见，皆可作证啊！一些民众而已，侯清婉有钱有势力，收买他们又会怎么样吗？给朕张嘴！朕的子民如果如你所说，皆可用来收买，那朕的天下成什么样子了？张裁缝，下去领赏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小女鲁莽，说话不经脑子，还请皇上恕罪呀！皇上，民女口舌蠢笨，并不是有意辱骂民众的，只是民女太过冤屈。够了，几经证明都能验证，是你抄袭了婉儿。婉儿一直在大殿之上保持着嫡女的风范，未能与你发生半句的争执，你何来的委屈啊？来人呐，给我带下去！皇上，再给玉儿一次机会，我还能证明。陛下，侯玉瑶抄袭事实，在座之人昭然可见，我看就没有必要再给他机会戏耍众人了吧？皇上，我敢说，如此前所未有的节目，侯清婉她只有1个，而我还有许多个。您再给民女一个机会，等我表演完，定能证明抄袭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侯清婉。你是说，类似这种标新立异、史无前例的节目，你还有很多？回陛下，玉儿除了舞蹈，还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歌曲，等众人听完之后，定能证明。好，那朕就再给你个机会。如若你再戏耍众人，朕绝不轻饶。玉瑶不敢欺君。开始吧。上道具。侯清婉，你以为能利用这首舞蹈坐实我抄袭的罪名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我可是穿越者，脑子里还有上百首的流行音乐，任意拿出来一首都是史无前例的存在，你怎么跟我斗？这是什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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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没见过呀！这什么东西？没见过这样的。想抄袭我能做出这种话头，你能吗？是啊，你侯玉瑶可是还有很多传世歌曲呢，怎会善罢甘休？上一世你用那些歌曲将我踩在脚下，这一世我定要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素佩勾勒出情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。此曲既陌生又新奇，旋律和编曲风格又不失古典韵味，让朕耳目一新呐。这如果是玉瑶所作，那这抄袭之事恐怕得另当别论了。是啊，玉瑶小姐单凭这首曲目就能惊艳众人，怎么会抄袭呢？这跳舞之事
也许真的是大小姐贼喊捉贼了。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他也会唱，他怎么也会唱？他也会唱，这个侯庆文怎么会唱？他用的话筒，侯庆文怎么也有？遇见你伏笔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。如传世的情话，字字古字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好，哇，好，好，太棒了！好，侯玉瑶，没想到吧？你的歌我会唱，你的话筒我也有。这婉儿怎么也会唱啊？不可能，侯庆婉他不可能会唱这首歌。侯玉瑶，你不是说这首曲子前所未有是你独创吗？你告诉朕，为何婉儿也会唱？为何？陛下，侯庆婉不仅抄袭了我的舞蹈，还剽窃我的歌曲，请陛下明鉴。妹妹，你我本是同根，为何要三番五次抄袭我的曲目，还要反咬一口，贼喊捉贼啊？婉儿，你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这首曲目是你的原创，侯玉瑶抄袭不成，却反咬一口。此曲名为《青花瓷》，婉儿知晓姨母喜爱瓷器，故创作此曲，准备献给姨母。侯庆婉，你不但剽窃我的歌曲，还在这里颠倒是非。好，你不是会唱吗？此类型的歌曲，玉瑶还有很多，我就不信你每首都会唱。什么？他竟然有很多曲这种前所未有的旷世杰作？真的假的呀？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啊！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，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，情字的落寞，它常是一些来过，大气悠远，又区别于传统的戏曲之中，真是妙啊！果然又是一首编曲新颖、前所未有的曲目，不知婉儿这次……侯庆婉，你怎么突然沉默了？接呀，继续往下接呀。接不出来是吧？我今天可要靠这首歌证明，你就是抄袭者。妹妹，你我本是姐妹，非要闹得这么难堪吗？哼，少废话。接不上来，开始打感情牌是吧？没用。今日你要是接不出来，你就是抄袭者。万江喜怒哀乐都藏入粉墨，陈词长传又如何？爱古今会解我。接上了，婉儿会唱，婉儿接上来了，怎么可能？你又会唱？乱世浮萍人看烽火燃山河，为卑未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玉瑶唱的2首曲，今晚都能接上，再这样下去，玉瑶可就越抹越黑了。朕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婉儿刚刚啊，不是不会唱，她是念及姊妹之情，给玉瑶留面子呢。给玉瑶留面子，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，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，情字难落幕，它常续来过。别唱了，寂寞
兮，细木落水时可。我叫你别唱了！妹妹，我本不想唱，可你却步步紧逼，抄袭我的曲目，还上演贼喊捉贼的戏码。就算我们是血脉至亲，但我也绝不纵容你抄袭我的曲目，伤害我的人格。侯青婉，你闭嘴！别以为你抄袭我2首歌就可以颠倒是非，把抄袭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，想都别想！你的2首曲子婉儿都接上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才2首而已，刚刚我说过了，此类歌曲玉瑶还有很多。侯青婉，你能保证每一首都能接上？妹妹，我劝你迷途知返，我们姐妹一场，真的没有必要这样。怎么，怕了吧？侯青婉，你能抄袭我2首歌曲，你能抄袭我上百首，你让我收手，凭什么？今天我侯玉瑶就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就是抄袭、剽窃、卑鄙无耻！侯玉瑶在这大殿之上大吵大闹，辱骂长姐，真是欠他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！皇后娘娘，倘若侯青婉不是我骂的那种人，为什么她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呢？难道她不是心虚吗？皇后娘娘，您务必生气，婉儿答应便是。妹妹，我真希望你后面唱的每一首我都接不上。我希望你能有自己创作的作品，而不是一直抄袭我的。你现在说的好听，给自己找借口，没用。如果你今天接不上我的歌，你就是抄袭、剽窃。那如果我接出来呢？如果你能接上，我就告诉大家是我抄袭，在大殿外跪上3天3夜。好，侯青婉，这些歌曲你怎么可能接上？抄袭的罪名你背定了。好，既然你们俩已经商量好了，奉明文宣，明日继续。姐姐，我马上就要表演，待会儿接不上，你可不要哭哦。看二小姐那么自信，看来大小姐8成是接不上了呀。接不上，那大小姐就是抄袭者。做出如此失信失德的事儿，即使有皇后撑腰，想进入皇室，怕是也难喽。谁真谁假还尚未确定，2位大人瞎凑什么热闹？花开花落，日升日没，真情如烟波。人知知寂寞，谁在乎音波？潮起潮落，越远越没，看破不说破，太单薄，与谁能说？这首歌你怎么还会？妹妹，看来你不止抄袭了我2首曲目。不可能，我脑中的歌侯今晚不可能都知道，我不信他都能接得上。初见他漫步溪桥下，他轻摘一朵桃花，满园春色美如霞，两得芳菲如新茶。我提笔月下临摹他，遥遥相思尽放下，剪纸一沙成诗画，眼泪无声渲染画中的风雅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都接得上？我不服！
怎么回事？玉瑶不是穿越者吗？怎么她唱的曲目清婉都会唱？如此一看，连我都怀疑玉瑶是抄袭清婉的作品了，更别提他人了。几首曲子过去了，妹妹唱的都是抄袭我的曲目，难道妹妹连一首独创都没有吗？一模一样，真的就是啊，怎么一模一样？不会真是抄袭吧？就是这种，怎么一模一样啊？不可能，我的歌侯今晚不可能全部都会唱。南山海下一曲离乱，楚歌声四方。汉北此举引见雪落凝寒霜。难舍一段过往，愿今有何妨？与你魂归之处，便是苍茫。我提笔不为离愁，只为你转身回眸。心事把字尽，丢零时在阁楼。我提笔不为深处，目送你背依旧。那年温柔，谁能用一生守？手化成雨，右手撑云天。莫是在云上，莫是在林间。愿随你，用一粒微尘的模样，在所有城市浮现。红色手拿起你，右手放下你，何彰显你全部悲伤化情节，一出手，你是好，好啊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玉瑶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唱这些歌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侯府嫡女，你的姐姐呀。侯玉瑶，上一世你借助穿越女的身份，在皇家盛宴上风头出尽，舞蹈、歌词、诗词都广为流传。我虽不喜欢你的人，但那些作品我甚是欣赏，便将其烂熟于心。如今想来，真是万幸，否则我怎敢利用你的东西让你入曲，损你名声？可能侯今晚不可能唱这些歌，你不是侯今晚，你不是侯今晚！来人，拦下他！你不是侯今晚！侯玉瑶，几经证明都能验证，是你抄袭了婉儿，但念在此次乃皇室家宴，朕就按照你所说的，到大殿之外跪上3天3夜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带下去吧。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侯今晚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这个侯今晚怎么会这么多现代歌曲？一定是乐师，是他们提前把我的乐谱给了侯今晚。黑幕，都是黑幕！凤鸣文会乃我皇家盛事，朕绝不允许此类抄袭事件再发生。是。歌舞类接下来该哪位贵女表演了？宣吧。清婉姐姐才艺超群，吾等甘拜下风。如此也好。婉儿姑娘她的表演可以说是灵动可爱，创意非凡。那朕就做主，把今年的行首赐予她。大家可有异议？清婉小姐实至名归。
恭喜清婉小姐。谢皇上。李公公，继续吧。诺。凤鸣文会歌舞类到此结束，诗词斗艳现在开始，有请出题人李太傅入场。微臣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太傅啊，今天在座的都是皇室子女，你可得拿出点真本事啊，切不可手下留情啊！是，皇上放心，老臣定当竭尽全力。众贵女出列，行礼。见过老师。那老夫可就要开始了。第一回合嘛，是对对子；第二回合是出选题作诗。诗词对对子作诗。侯清婉，歌舞上你算计，但是这诗词我脑海中可是有上百首，从未透露。我看这次你要怎么拦我？各位小姐听好了，春风拂柳绿，秋雨染枫红。好，早就听闻清婉小姐自幼喜爱诗词，天赋异禀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老师您过奖了。梨花院落融融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，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看她平时大大咧咧，没想到竟还是才女一个。也对，潜心学习，在凤鸣文会当上行首，总比整日缠着我更有机会当上太子妃。侯清婉，为了追本王，你真是花心思了。山静晨清，水参如是观。天高云浮，月欲本来心。好，哎呀，哈哈，看来老夫非得拿出点看家的本领，才能难住清婉小姐呀。老师，您谦让我。看此情景，大小姐今日拿走2个行首，势在必得，真是恭喜侯大人了。这国丈之位恐是稳妥了。王大人见笑了。当了国丈又如何？被沈家和皇后压着，哪有我出头之日？还是得指望玉瑶，她是穿越之女，能助我成为一国之相，掌握实权。可如今她跪在大典之外，还有机会拿到行首，成为太子妃吗？海水潮，朝朝潮，朝潮朝落。众贵女，可否对出？清婉小姐，可否对出呀？恕清婉才疏学浅，对不出老师的对子。此对子当真无人对出吗？浮云掌，长。长掌长香。好，对得好。殿外何人作答？回太傅，是小女侯玉瑶，刚才犯错，被皇上在门外罚跪。看到此对无人对出，一时失态，才对了您的对子，请皇上恕罪。没想到侯大人二女儿竟如此有才。皇上，微臣不知侯府二小姐所犯何错，但既然对上了老夫的对子，皇上不妨让她先行入殿，与老夫对上一对，再去受罚。既然太傅都说话了，那就选玉瑶丫头进来吧。皇上，这……皇后，一个诗会而已，有才之人皆可以上来切磋，我想婉儿姑娘也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清婉自然不会介意，当然不会介意。侯玉瑶，我可一直等着你上钩呢。
宣玉瑶小姐进殿。侯清婉，这一次我要在这殿上扬名立万，将你永远踩在脚下。玉瑶见过老师。刚才对子可是你所对出？是小女所对。幸好之前在网上刷到过这副对子，当时觉得好玩，记了下来。侯府真是出才女啊，甚好甚好。老夫再出一副对子，若姑娘还能对出，为师甘拜下风。老师请出题。上百首诗词，不管他出什么题，总有一句应该能用上。天上月圆，地上月半，月月月圆，逢月半。这死老头出的什么题啊？记得那么多诗词，好像没一个能用得上。玉瑶小姐，想好了吗？老师，玉瑶心中也有所想，只是我刚刚看姐姐又要回答，估计是姐姐先想出来的，那就姐姐先请吧。侯玉瑶，那么好的表现机会，你怎么会让给我？还不是因为自己想不出来，想让我替你化解这难题。做梦！妹妹，你误会了，此题难度颇大，今晚不会。他不会，其他人更不用说了。怎么办？我也不会啊。不知其他贵女可否对得出来呀？既然姐妹们都对不出师父的对子，妹妹，你也别藏着掖着了，赶紧说出你的答案吧。姐姐别急，我马上就说。我记得春月前过年时，邻居家的对联好像能跟老师的对上，不管了，先用上再说。玉瑶小姐，老师，不知今日年尾，明日年头，年年年尾皆年头，可否对上您的对子呀？果然这一世，他最终还是用了这句应对。好，甚好！玉瑶丫头果真是才女啊！不知道玉瑶姑娘除了对对子，命题作诗如何？在这方面是否也有造诣啊？哼，还真被我闯上，最难的对子都过去了，命题作诗，脑子那么多诗词，还不是信手拈来？小女不才，愿意一试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进入命题作诗环节。这第一题嘛，就以即将到来的春天为题。春天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太好了！春雨夜悄无声息地滋润着万物，来证明着春天无私的奉献。好，太好了！哼哼，没想到玉瑶丫头在诗词上竟然天赋异禀。侯府真是出奇女啊！怎么办？这一局婉儿完全处于劣势，风头全让侯玉瑶给抢了。得意吧，侯玉瑶，只有把你捧上云端，才能让你跌落谷底。这第二题嘛，以明月为题，开始作诗。离人无语，月无声，明月有光，人有情。别后相思，人似月，云间水上，道层层。哎呀呀，这前两句每一句都有人和月，人和月交织描绘在一起，字体工整又复杂。婉儿，你与玉瑶的水平不相上下呀。我一穿越过来的，脑中可是有上百首经典诗词，怎么能让侯清婉跟我相提并论？老师，关于月的诗句，玉儿还有许多。什么？能想出几首？可否全部说出，让老夫欣赏欣赏？那老师，你可得找人记录下来，否则我的诗句太多，怕您记不住呀。侯玉瑶，太傅负责凤鸣文苑诗词类数十载，从未出现过记不住学生诗词艺术。你目无老师，空有奇才。皇后娘娘，你实属是误会玉瑶了。玉瑶想找人记录下来，
实在是因为我的事太多了，并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呀。微臣相信玉瑶姑娘，也想看看这玉瑶姑娘到底能写出多少有关于明月的诗句，还请皇上派人记录。侯玉瑶，既然太傅都替你说话了，那朕就给你找人。但是，朕如果把人找来了，你所非所说，在这儿戏弄大伙儿，你可别怪朕定你重罪。玉瑶遵命。微臣笔墨已准备好了，玉瑶小姐，可以开始了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侯玉瑶，剧本我早就给你写好了，接下来就是高潮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展现给众人看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如此短的时间之内，竟能连续创作2首佳作，玉瑶小姐的才情真非常人所能比呀！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凤鸣文社开创10余载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此番场景。如此下去，恐怕就要载入史册了。哎呀，我家玉瑶果然是穿越之人，此等佳句信手拈来，看来我的选择没错，以后玉瑶定能实现我宏大的抱负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树骨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好，这个好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诗仙下凡，诗仙下凡呐！老夫真是自愧不如啊！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快了，快了，高潮马上就要来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到了，就是这一首。等一下，这首诗我怎么好像在哪儿看过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没错，此等佳句我肯定看过，怎么可能记错？这首诗不止被你读过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是哪位诗人写的？真是太好了，怪不得你要把它放在第一首呢。诗人的名字已经标在诗的下方了，这后面的诗与之相比也不分上下。不信你往后看，这本诗集要在皇家盛宴的前一晚上放出，我猜很多人读了第一首都会为之赞叹，细加品味。后面的诗词我保证不了能广受传播，但这第一首必定会家喻户晓。把这首诗放在第一位，不过是想让侯玉瑶尝尝从云端摔下的感觉罢了。这本诗集堪称绝世之作，我们书铺再免费帮您印刷2万份，总共3万份，定让这本诗集广为流传。不瞒太傅，这首诗我也读过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我想起来了，这首诗是一个叫做未来者的诗人所写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知道？侯玉瑶，你不是说你的诗都是现场自创的吗？那为什么现场这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君，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
陛下，玉儿不敢。但是这个诗真的是我创作的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你还嘴硬！太傅何大人，还有其他几位大人，包括这几个丫头，在你之前都读过这首诗。你说这首诗是你现场自创，难道是他们集体撒谎害你不成？皇上明鉴，老夫负责凤鸣文化诗词类数十载，一向公平公正，爱才惜才。刚才玉瑶小姐的前几首诗，老夫确实是自愧不如。可这最后一首诗，你为何把别人写的硬说成是自己写的呢？不可能，这就是我自创的。侯清婉，又是你，是不是你买通他们，故意陷害我？侯玉瑶，你之前风头出尽，婉儿可一句话都没说，是你自己品行不端，被人戳穿，你还在这诬陷婉儿，真是可恶至极。妹妹，从你再次进殿以来，我听到你的诗词便自愧不如。为了不影响你的发挥，我未曾说过半个字。你为什么要把这莫须有的罪名安到我的头上？玉瑶姑娘，你多少为侯府贵女，说话怎能如此没有分寸？老夫一生清明，岂可能被他人收买？再说你这首诗有这么多人读过，难道都如你所说，被清婉姑娘所指使吗？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侯清婉难道也穿越了？不可能。如果他也知道这件事情，那刚刚他必定会抢在我前面念出这些诗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玉瑶，你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你们不是说看过这首诗吗？那你们告诉我，在哪儿看到的呀？在这儿。昨日有幸得到这本诗集，甚是喜爱，所以我便随身携带。现在正好，我拿出来让大家都看看，这首诗是你现场创作还是抄袭？不可能，这诗在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，我不信会有印刷成册的诗集。皇上，这是雅香书铺昨日刚发行的一本诗集，刚才玉瑶小姐最后做的那首诗，正是这本诗集的第一首，请皇上过目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侯玉瑶，戏该结束了，你也该完了。侯玉瑶啊，侯玉瑶，朕万万没想到，你的最后一首诗就是抄袭这本诗集的，包括你以前做的每一首诗，还有那个对子，这本诗集里都有。这怎么可能？没错，就是这本册子。昨晚书铺派人送入我府中，因为太忙，所以只看了第一首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的诗集上面怎么可能会有？不可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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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侯玉瑶，你疯了！在这大殿之上，岂能容你放肆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！放开！不要！放开我！侯玉瑶，扰乱文会，欺君辱臣，失心失德，取消其参加文社的资格，今后永远不能再入皇室。侯正廷，派人把他带回府去，降为平民，禁足1年，不得入侯府宗谱。不要，皇上，玉瑶是冤枉的，玉瑶是冤枉的。皇上，玉瑶从小颠沛流离，受尽疾苦，如今回到侯府，受此一罚，名声扫地，他还怎么活呀？还请皇上从轻发落呀！侯正廷啊，侯正廷，如果侯玉瑶凡人一个，
你还会如此冒险为他求情吗？恐怕也会如对我一样将他赶出家门吧。说到底，还是你最狠心。哼，侯正廷，你教女无方，恃宠而骄，使其在大殿之上戏耍重臣。朕没有治你的罪，依然是给你面子。你若再替他求情，朕连你一块罚。带下去。皇上，玉瑶是冤枉的，玉瑶是冤枉的。哎，朕万万没想到啊，同是侯府之女，与婉儿相比，那玉瑶丫头她怎么那么差劲啊？太傅啊，那这诗会的行首是不是也是婉儿的了？是，结合刚才表现，这行首非清婉小姐莫属啊。婉儿喜得双行首，朕要再不松口，恐怕是难以服众了。侯府嫡女侯清婉才情卓重，贤良淑德，今又喜得文慧的双行首，如此佳人得配东宫，此乃三善佳选。朕特自婚于太子，以成佳偶，共襄大业。谢父皇赐婚。婉儿，婉儿，朕将你赐婚于太子，你不乐意吗？顾景玉，上一世你联合侯玉瑶害我惨死，我怎会愿意？婉儿一直倾心于太子，她怎会不愿意呢？是吧，婉儿？这婚毕竟是皇上所赐，就算不愿意，也得有个理由。侯玉瑶一心想攀附太子，必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何不利用他？婉儿愿意，谢皇上赐婚。装傻简直！纠缠我那么久，费那么大的功夫，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？如此也好，毕竟你身后有沈家，还有皇后，他日定能助我顺利登基。上一世侯玉瑶得到行首，但并未赐婚给太子，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呢？侯玉瑶又是利用什么东西让太子甘愿伙同他害我的呢？等回侯府便要一一查明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明日来府上？没错，太子自从与清婉订婚之后，清婉就从来没有找过他。皇后娘娘担心两个人出什么问题，明天特地带太子前来探望。他不是一直缠着太子吗？得到了就欲擒故纵，这个贱人！哎呀，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明天太子来了你怎么办吧？我打算告诉他，我是充御能助当上皇。嘘，你现在告诉他，他能接受吗？没时间一步步来了，我现在怀疑，除了我，还有其他穿越者。你说什么？那本诗集里根本就不是这个朝代的诗，我撕毁之前，看到每一页下面都写着一个名字。未来者。我猜，这个未来者一定和我一样，也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。你说的那个人是清婉？应该不是，虽然他和我跳了一样的舞，唱了一样的歌，但我敢肯定，一定是靠他的势力在我身边安插的眼线。那本诗集却与我没有关系，否则在诗会上就不会一首都不用。那我们得抓紧行动了，万一让这个人捷足先登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太子对他不冷不热，如今答应了皇上的赐婚，一定是觊觎他身后的势力。只要我告诉他，我有更高的利用价值，他一定会和我合作。那你准备怎么做？前几日我把自己关在房中，做了一样东西，太子爷看到之后一定会爱上他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能让太子一眼便会爱上？属下并未看到。经历过凤鸣文社一事，侯玉瑶清除了所有下人，吃饭都是老爷亲自给他送去。如今除了老爷，
他谁都不让进去，即使不在屋内，他也是房间紧锁。这样啊，其他时候都可以锁上，可明日上世侯玉瑶可是在他的院中弹奏了一种这个时代没有的乐器，吸引了太子，所以明日他必定有一段时间是大门敞开，不在屋内。明日侯玉瑶有一段时间就不在屋内，到时候你就从后窗爬进去。是。侯玉瑶，你不是想去勾引顾景玉那个人渣吗？那姐姐便助你一臂之力。婉儿，如今你与太子已经订婚，在府中无事，就应该多到太子府中走动走动，让太子呀带你熟悉一下宫内各处。姨母，太子殿下没有邀请婉儿，婉儿也不敢冒昧前去打搅。婉儿，你这话是不是说的有些生分了？之前本王也未曾邀请你，你不是也去过几回？那以前婉儿只当是去各个寝宫玩耍，可如今身份有变，婉儿理应多加注意才是。婉儿所言甚是，姑娘家的还是矜持一些为好。既然这样，那以后太子便主动些，这样两人的感情才能更好啊。儿臣遵命。侯清婉，之前我勾勾手指，你便像狗一样跟上，如今在这儿装什么矜持？啊，皇后娘娘，微臣私藏了些字画，想请太子一起欣赏，不知可否？去吧，我呢正好也想跟婉儿和妹妹一起叙叙旧。哎，儿臣先行告退。太子请。姨母，这些年来，婉儿付出这么多的努力，在凤鸣学社拿到双行手，太子对我好像也如往常一样冷漠。唉，太子并非姨母亲生，有很多话姨母也不好直说，但婉儿放心，婚约已定，感情啊以后会慢慢培养起来的，你切勿着急。这么多年，婉儿都捂不热太子的心，想必太子已心系他人。若果真如此，婉儿愿意退婚。只要太子殿下幸福就行。太子已经在大殿上答应了婚约，怎么可能另有他人？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啊！顾景玉，等下我就让众人都看看你的真实面目。太子，书房还在前面。书房还在前面。太子殿下，书房还在。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尽情地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。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
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姨母、母亲，你们先聊，我去吩咐后厨做点点心。还是婉儿贴心，去吧。小姐，属下看见了二小姐房内的东西。是什么？属下也不太清楚，但属下在四皇子身边做替身护卫的时候，曾抓过一批海外倭寇，在他们身上搜到了一本书，书中记载一种西洋武器，称为点火枪，点火即可发射，可穿透铜墙铁壁，跟二小姐那种东西非常相似哦。若真如书上所记，确实能让太子一眼爱上。此事切勿声张。还有，我让你在上面撒药粉，你放了吗？小姐放心，此药粉无色无味，属下已经放在隐秘的地方，他们必然不会察觉。不错，找崔儿领赏吧。是。父亲，你就让我回去吧。姐姐，你身为侯府嫡女，居然私通万男，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父亲已将你逐出侯家。侯玉瑶、顾景玉，这一世我也让你们尝尝在众人面前出丑的滋味。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这是何种乐器？为何如此委婉动听，沉醉迷人？回太子殿下，这是小女发明的，取名叫做吉他。没想到二小姐还有如此才能。侯大人，我们还是去书房看画吧。太子殿下，玉瑶还发明了许多东西，你要不要再去看看？姨母，太子已经过去多时了，不会是不想见婉儿，先行回宫了吧？婉儿，太子殿下不是不懂规矩之人，一定是看画太过沉迷，忘了时间。这眼看着天都快黑了，婉儿还没跟太子殿下说几句话呢。这个侯正廷，太子好不容易来府中一趟，但太子看什么画呀？我看他就是故意，本宫早就看出来，他呀就是偏心侯玉瑶那丫头。走，姨母带你一起去找她。谢谢姨母。这男女有别，本王不方便到姑娘的书房之中。如果姑娘有什么稀奇之物，不妨拿到院内。太子殿下，此物不便拿到院内，但是玉瑶敢保证，只要殿下看一眼，你就会爱上它。太子殿下不用多虑，有老臣在，旁人自然不会说什么。那还是劳烦玉瑶姑娘带路吧。不知东西在哪里？太子殿下，请看。估计是放久了积灰了。此乃何物？这是什么？太子莫慌，这是玉瑶自己发明的，叫手枪。只要用它对准敌人的要害，扣动扳机，就能要人的命。此物如此厉害，你是如何发明的？太子殿下，实不相瞒，玉瑶不是这个朝代的人，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。像这种发明，还有先进的技术，玉瑶还会很多。只要太子愿意给我机会，玉瑶愿助太子君临天下。你在说什么？太子，玉瑶说的都是真的。只要有这把枪，天要生产，还怕有打不赢的仗吗？
玉瑶，皇后娘娘还在侯府，今天到此为止。太子殿下，跟我出去。太子殿下，改日再续。何必改日？本王今日就降。哎呀，哎呀，皇后娘娘就在侯府，这事万万不能被她给撞见了啊！姨母，这前面就是父亲书房了。皇后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父亲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还不是你霸着太子不放，故意不让婉儿和太子接触，我只好亲自来找了。太子呢？太子还在书房看画呢。什么？你邀请太子来看画，却独留他一人？侯大人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规矩了？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我不该让太子独自一个人，我这就去陪同他啊。父亲，不过您为何会出现在妹妹的庭院？妹妹呢？皇后娘娘在此，妹妹理应出来行礼才是。是啊，赶紧让玉瑶出来行礼。玉瑶前几日在大殿上犯了错，我把她关了禁闭，皇后还是不见得好，以免生嫌弃。就算你再关他的禁闭，见了本宫也该跪拜。去，让他出来。皇后，这什么声音？何人在里面？皇后娘娘，还是不去的好。何正廷，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拦本宫的路？滚！你们给我停下！母后恕罪。贱女，说，是不是你勾引的太子？不是，是他勾引的儿臣，不关儿臣的事儿。太子，请你说话前想清楚了。太子，实不相瞒，玉瑶不是这个朝代的人，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。像这种发明还有先进的技术，玉瑶还会很多。只要太子愿意给我机会，玉瑶愿助太子君临天下。此物一下就能致人死亡，威力巨大，怪不得太子会一眼爱上，并为了他如此包庇侯玉瑶。景玉，母后问，到底是不是侯玉瑶勾引你的？不是，是儿臣对玉瑶一见倾心，不是玉瑶勾引的儿臣，是儿臣与玉瑶情到深处才会。闭嘴！侯玉瑶是什么人？他是个失心失德之人，他这一生都不可能进到皇室。玉瑶不在乎，我不要名分，我只要和太子哥哥在一起。你也配？果然是外室之女，侯府有你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侯正廷，你偏袒他，不过侯府的声望可以，但是婉儿还在侯府，我不能不管。来人，侯玉瑶勾引太子，秽乱皇室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不要，太子哥哥，你救救我！皇后娘娘，玉瑶和太子是两情情愿，并不勾结，罪不至死啊！太子，救救我！不救我的话，你会后悔的。母后，求求你放了玉瑶，都是儿臣情不自禁。玉瑶她拒绝不了啊！要打你就打儿臣吧。太子，你可是太子啊！为了一个失心失德的荡妇，你把皇家的脸面都丢尽了。皇后娘娘，乱棍打死实在严重，不如交给微臣，微臣以家法处置，长则务实，您看行吗？侯大人，现在想起来管教，晚了。景玉，本宫费心助你登上太子之位，你可要珍惜今天的一切。倘若你再为他求情，本宫就当没收留过你这么个儿子。母后，不要啊！还愣着干嘛？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！太子殿下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！给我停手！太子，你果真要忤逆本宫？青婉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，我与玉瑶真的只有这一次，你替我和母后好好求求情，我日后
一定好好待你，如何？敢问太子，若我和玉瑶之间只能选择一位，你选谁？你又何必执着于此？我已经应允了父皇的赐婚，给了你太子妃的身份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是太子，做不到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那依殿下的意思是，你给的已经足够多了，是婉儿不知足了。秦婉，你从小到大就嚷着嫁给我，我已经满足了你的需求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更何况玉瑶是你的妹妹，你与她相伴，总好过其他人吧？是啊，玉瑶是我的亲妹妹，我怎么能跟她争呢？这太子妃，我不当了。啊！我要与你退婚。你说什么？你听好了，我要与你退婚，明日我便会去觐见皇上，让皇上收回你与我的婚约。婉儿，姨母知道你现在非常伤心，但你放心，姨母定会替你好好罚他们，给你出气。你退婚的话，就不要再说了。秦婉，你从小到大就黏着我，怎么会说离开就离开？你说退婚，不过就想引起我的注意力罢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把一半的感情给你，你快跟母后求求情，赶紧解决此次事件。你看着我如此狼狈，你不心疼吗？谢谢殿下的垂怜，你那一半的情感还是留给妹妹吧。我侯清婉不稀罕。侯清婉，太子殿下已经让步了，你少在这里不分是非，给我闭嘴！姨母，婉儿之前对太子专情，是想殿下心无他人，婉儿还有希望。可现在太子心有所属，婉儿也不必强求。婉儿甘愿退出，让太子与心爱之人双宿双飞。婉儿，你好，既然你执意与本王退婚，那本王就依你。只是你以后别后悔。都怪你这个贱人，还等什么？给我拖下去！我看谁敢！你这是为了侯玉瑶要忤逆本宫吗？没错，母后要打死玉瑶，先打死儿臣。你，姨母勿气，既然殿下心系玉瑶，姨母就给殿下一个面子，放了玉瑶吧。婉儿，姨母这是为你不甘呐。这个贱人不死，本宫实在难以解气。姨母，婉儿知道您替婉儿不甘，婉儿心中也有气，但这太子毕竟是太子，他都愿用自己的性命来护玉瑶，那咱们总不能连太子也……可本宫实在是……这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如果姨母实在有气，就让太子陪同玉瑶各掌50大板，要他们半条性命，这样你也好向皇上交代不是？婉儿，姨母总觉得你变了，但是姨母喜欢这样的你，婉儿也喜欢这样的自己。既然婉儿为你们求情，那我就看在婉儿的面子上饶了你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太子顾景玉、侯玉瑶各自杖责50。皇后娘娘，50大板，人半条命就没有了，还请娘娘三思啊！侯正廷教女无方，纵容其女勾引太子，秽乱皇室。考虑其年事已高，杖责20，全部都给我拖出去！皇后娘娘，不可呀！给我打！侯玉瑶，我退婚，让玉瑶坚定选择你，让你们两人永远俗死，你还满意吗？顾景玉很快就会知道，你所谓的帮他，其实是害他。婉儿，你当真要与太子退婚吗？
没错，我喜欢太子数余年，太子都不为所动，只见玉瑶一眼，却甘心为他死，如此差距，婉儿实在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婉儿，为娘怕你后悔啊。姨母，母亲，放心，经历此事，婉儿已经释然，更不会伤心。往后，婉儿会好好做自己，强大自己，好好孝顺母亲、姨母还有祖母的。当初要不是你看上顾景玉，我怎会认他做儿子，扶他当太子？如今他却如此这般忘恩负义，令婉儿伤心。姨母定不会让他好过。之前是婉儿不懂事，要姨母还要母亲操心了。往后，婉儿谁也不嫁，只愿意侍奉在姨母还有母亲身边。婉儿这说的是什么话？爱错一个人没关系，咱们再寻良人就行了。可如今玉瑶一事，侯府声誉定会受损，也必定会牵连到婉儿。再加上与太子退婚，恐怕……怕什么？错在于太子，皇上有愧。这皇室与你适龄的男子，自然让你优先挑选。姨母，非要挑选啊？不嫁不行吗？你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，岂有不嫁的道理？姨母沈家都是你的靠山，你随心挑选就行。好，婉儿定会好好挑选。那姨母就放心了。天色已晚，你也赶紧休息。姨母，婉儿在玉瑶房中捡到一个物件，不慎扣动这个扳指，却打穿墙面，威力巨大。婉儿在想，如此危险的物件，是否要移交给皇上？此物是在玉瑶房间捡到的。那不是侯玉瑶的，就是太子。这么小的东西，威力那么大，太子一直护着侯玉瑶，定是与这东西有关。太子有这么强悍的武器，却隐藏不报，恐怕此事事关重大，婉儿切记保密。等我回去交由皇上处理。顾景玉，因为侯玉瑶，你这太子之位恐怕是要坐不稳了。逆子！父皇息怒！哼！刚刚跟婉儿订婚，竟然跑到侯府，与一个失心失德之人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，皇家颜面都被你丢尽了。儿臣知错了，儿臣知错了。知错？你当着众人的面维护侯玉瑶的事情都传遍了，你若知错，为何如此的维护他呢？儿臣也是情不自禁，并非故意而为之啊。情不自禁，为情所困。哼！你作为一个太子，竟然被一个失德失心之人迷惑了你的思绪，朕以后的江山如何敢交付于你？啊！依朕看呢，你这个太子，我作业罢。父皇不要啊！儿臣也是人，也会为情所困。和玉瑶之事，儿臣也未做过其他错事啊。哼，你是未做错过其他事情，但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，你却如此偏执。你的太子之位是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啊？皇后，沈家，连朕都要敬他3分，你倒好，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，负了婉儿，白白丢失了2座靠山。儿臣依附他人得到江山，始终不是儿臣的。儿臣想靠自己得到江山，将父皇江山发扬光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？难道在你的心中，朕的江山不是自己的，是他沈家的？
是皇后的。儿臣不敢。父皇一直英明神武，他人就是有那个心思，也不敢。闭嘴！皇权之争，哪个君王能无依靠而君临天下？啊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失去了婉儿的联姻，恐怕你连太子之位你都坐不稳。你想君临天下，啊，靠的是什么？难道说你的心中已经有了以托之人，而朕不知道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对父皇直言不讳，绝无二心。父皇明鉴啊！哼，那你告诉朕，这是？亲婉姑娘，皇上正在训斥太子，您且在此等候。等皇上好了，老奴就请您进殿。有劳公公。诺。那，告诉朕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东西定是拿着场面混了，皇后趁机拿给父皇的。父皇如今已经发现了这支手枪的威力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说呀，这是不是你的？万一让父皇知道侯玉瑶是穿越之人，父皇要么用来稳固皇位，要么就会毁了玉瑶，以防他人用之。这样的话，我唯一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一定不能让父皇知道这手枪是玉瑶做的。说呀，到底是不是你的？到底是不是你的？顾景玉，现在不承认点火枪是你的，或许还有转机，但如果承认了，是我的。那你告诉朕，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儿臣在集市买的。父皇，您知道自古民间出高手，集市买的？在哪个集市买的？从哪个人手中买的？去找到这个人，把他带到大殿之上，亲手给朕做出一把来。什么？是没听清，还是压根儿就没这个人？你所说的在集市上买的，是在骗朕？是在欺君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拿来玩玩，早已忘记是谁买的了。顾景瑜，父皇息怒！这个武器的威力朕已经试过，50米之内就能射杀致人死亡，轻巧一拿。这要是放在军事上，那是大有用途啊！你现在却告诉朕，只是用来玩玩。太子，朕不是傻子，你到底拿它用来做什么？难道朕猜不出来吗？儿臣没有，儿臣真是只是买来玩玩。少废话，顾景瑜，朕最后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这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？李公公，本王有关乎于我朝安危的军事机密，需要立刻向父皇禀报。劳烦李公公禀报一声。请晋王在此等候，老奴这就进殿禀告皇上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四皇子星夜回朝，说是有关乎我朝安危之大事，需要立即向您禀告。给朕滚到一边去，好好思考朕的问题。宣晋王进殿。有劳晋王了。千万小姐哪里的话，本王死去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我自己，与千万小姐无关。那日婉儿句句真心，婉儿所说必定说到做到。上一世靖王明着暗里帮了我很多次，甚至将自己的贴身侍卫都故意打发给我做了属下，可当时的我眼里就只有顾景瑜，他多次被伤，心灰意冷，
申请去沿海保卫边境，一走就是3年，从未回过。可没想到，前日我一纸书信，他竟快马加鞭，秘密回来。如此情深，这一世我绝不能再辜负了。靖王，婉儿来了。靖王，是婉儿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事，本王只是看到你，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。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只管向前看。对，靖王，这次突然邀您回来，是婉儿有一事相求。你说便是。听玉林说，他曾经做你贴身侍卫，跟你一同攻打倭寇时，在倭寇书上发现了一种叫做点火枪的兵器。玉林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我与皇后娘娘等人一同发现，我妹妹与太子私会时，在他们屋里发现这个兵器。你说什么？太子与你妹妹私会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样兵器，我们3个共同发现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太子和你妹妹的事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却如此对你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已经决定跟他退婚。退婚？婉儿，你爱慕了他这么多年，退婚，你舍得吗？你甘心吗？我当然舍得，我委屈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有自己的生活。但我自然不甘心，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他却负了我，我定不会放过他。你想怎么做？自我朝立国以来，东南沿海倭寇一直是我朝新患，法文上更是规定，如有与倭寇勾结者，更是株连9族的重罪。所以你想让我把那本记载了兵器的书寄交给圣上，让他怀疑太子与倭寇勾结？不错。青婉，那我问你，其实你知道太子的那件兵器是从哪儿弄的？其实跟倭寇并无关系，对不对？是，我知道，但我现在无法告诉你。青婉，那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我一早便得到了那本书，但却一直未曾递交给父皇？我当然知道，靖王或许也在研究吧。这一旦交给圣上，那靖王便失去了一次君临天下的机会，所以今晚不会让靖王白白帮忙。所以呢，你能给本王什么样的报酬？不会是想要以身相许吧？没错，靖王帮了清婉的忙，将太子赶出东宫，那清婉定会选靖王做我夫君。侯清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清婉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我愿意以身相许，并借助身后的势力帮靖王铸成大业。婉儿，那我问你，你想要嫁给我，仅仅是为了让我帮你，还是你明白了我的心意？之前是清婉不懂事，不知道你的好，但现在我想好好珍惜，请靖王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好好培养感情。
足够了。今晚你能这么跟我说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靖王，今晚我不希望你仅仅是为了让我帮你而受委屈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，但不需要你嫁给我。我不希望咱们之间的感情变成交易。靖王，我是真心的。婉儿，今天就当是我做了一场梦，如今梦醒了，我们就当从未见过。之前伤他那么深，短时间内他不信我，没关系。顾景轩，我们慢慢来，这一世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此生我定不负靖王。顾景玉，靖王此去，你的太子之位算是做到头了。儿臣顾景轩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景轩，没有诏书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？启禀皇上，儿臣在打击南方倭寇的时候发现一本书，事关重大，关系了皇家血脉，所以加急赶了回来。书？什么书？呈上来，让朕看看。陛下，这无非就是记载了一些兵器而已，没什么特殊的。没错，此书乃倭国将军的贴身之物，里面记载了西方的各样兵器，当然其中我国也有大部产出，唯有一物乃西洋之物，名为点火枪。点火枪，点火即可射击，射程50米之内，可射穿铜墙铁壁。景轩，你确定此书乃是南方倭寇之物？没错，儿臣从倭寇身上搜出此书，翻看之后大为震惊。此种武器杀伤力太大，万一被倭寇批量生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儿臣连夜加急赶了回来，启禀父皇商议此事。景轩，你看此物，可是书中所描绘之物？这确实书中记载的点火枪，父皇为何会有？太子，顾景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朕问你呢！这倭寇的东西你怎么会有？你是不是私自勾结了倭寇，想要叛国？不，父皇，儿臣没有，儿臣怎敢啊！那在景轩来之前，朕问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？你是不是亲口承认说这东西就是你的？是儿臣的，但绝对跟倭寇没有任何关系啊！没关系，那你跟朕说说，此物为何与书中描述的如此吻合？这也许是巧合。好，你说是巧合，那你告诉朕，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从谁的手里弄来的啊？你把那个人找过来，当场给朕做出来，那朕就信你没有勾结倭寇。父皇如此逼我，就是为了找到那个人，加以利用，更好的统治江山。不能将玉瑶供出来，否则真的完了。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，父皇。大哥，此物之前可从未出现过，如此之稀奇，且杀伤力巨大，一般人应该不会忘，更何况你呢，我亲爱的哥哥。是啊，景玉，景轩只是看到了书，就星夜赶回来，
跟父皇商量，而你见到了此物，你怎么会忘呢？啊，朕对你太失望，太失望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父皇。你还冤枉？就凭这本书，还有你这个兵器，朕就能定你勾结倭寇之罪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真的冤枉，儿臣真的冤枉。啊，念及你是当朝太子，朕也不会把此事昭告天下，让天下人耻笑我皇家出了你这么一个叛徒。李公公，臣在。你指太子顾景玉失德失仪，屡教不改，辜负朕之厚望，已是天下臣民之心，为安天下社稷，保黎民之心，朕决定从即日起废除太子之位。郡王，诺。贬为郡王。顾景玉、侯玉瑶，你们完了。上一世，你跨时间长河而来，携千年灿烂文化思想，以先进技术为倚仗，我输得不远。但今世，你我所知相同，你便再无翻身之期。这九重宫阙里的每一个砖缝中，都浸着血。你一个生于承平之世的人，还不配在此落子。父皇，父皇不要啊！不要废了我！这一切都是巧合，儿臣真的没有勾结倭寇啊！大哥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没有勾结倭寇，那你就跟父亲实话实说，这武器你哪儿弄的？我路边捡的。顾景玉呀，顾景玉，事到如今你还冥顽不灵。李公公，现在立刻你旨昭告天下，废除太子之位。诺。陛下，清婉小姐还在殿外等候，是宣她进殿，还是？皇后沈家的面子不能不给啊！朕本想着替你去跟婉儿说和，让你们赶快完婚，可是你太让朕失望了。此等良缘，你不配拥有。宣清婉小姐进殿。清婉见过皇上。婉儿平身。朕没想到景玉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，只是对不住你了。朕为了此事，已经废除了他的太子之位，为你出气。如此，你可满意？皇上，清婉是有些生气，但也只是想请皇上退婚。皇上您因此事废了太子，清婉担待不起啊！起来！是朕教子无方啊，是他犯了错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只是婉儿真想退婚了。清婉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待你。大哥，你之前对清婉做出如此下作之事，现在却想求清婉原谅你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懂什么？
我和清婉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喜欢我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哪能那么容易割舍？对不对，清婉？所以太子就仗着清婉对你的好，就肆无忌惮的侮辱我之后，还这么自信的觉得清婉一定会原谅你。清婉，我都已经求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清婉与景玉缘分已尽，还望王爷以后不要再打搅清婉。回皇上，清婉已决定跟太子退婚，望皇上成全。啊，成全。太子失德在先，婉儿想退婚，朕允了。你还杵在这儿干嘛？赶快滚回府中，跪上3天3夜，没有朕的口谕，不得出门。父皇，儿臣。王爷，还是由老奴送您回府吧。婉儿，朕同意你跟景玉退婚，但是你也到了婚配的年龄了。如果朕不能优先的为你选择良婿，那恐怕你的姨母也不会同意啊。你看景轩怎么样？父皇，儿臣恐怕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跟婉儿那也是青梅竹马嘛。父皇，儿臣常年在南边与倭寇作战，恐不能常年陪伴在清婉身边，怕误了清婉。你说的也是，你常年在外，确实不妥。不过经过景玉一事，朕确实愧对婉儿，确实应该为你找到更好的良缘。你看这样，我把所有的皇子都叫出来，任你挑选。既然儿臣不合适，那儿臣便不在这里打扰清婉小姐觅得良人了，儿臣告退。怎么不合适了？我觉得你很合适。我说了，你不用这样，我帮你是因为我愿意。皇上，靖王一身正气，常年保卫国家，今晚着实佩服，愿意作为他的妻子，成为他的后盾，为他管理后方，让其全心为皇上分忧。你当真选择景轩？没错。清婉心意已定，愿与靖王共度一生。婉儿，婚姻大事不可儿戏，且不可因为这个事，你。皇上放心，清婉选择靖王，此生绝不后悔。清婉，你认真的？我心，王爷日后可见。那好了，景轩，婉儿都已经答应与你喜结良缘，那你呢？你可愿意？父皇，儿臣自然是乐意。哈哈，好，那朕就将婉儿赐婚于你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倭寇事宜繁琐，靖王他日必会回营，婉儿恐有变数，还请皇上3日内能让我和靖王完婚。没必要这么着急吧？婉儿怕夜长梦多，靖王难道不怕吗？我说过了，我帮你是我愿意的，你不用这样。还请皇上成全。成全。哎呀，朕也希望你们早日完婚呐。景轩，人家婉儿一个姑娘家的都已经同意了，你不能再推诿了啊。是，儿臣当然乐意。李公公，你旨，侯府嫡女侯清婉，忠祥世家，玉秀名门，秉性端淑，持身恭谨，兹特以靖王顾景轩，年已几冠，宜则贤远，以正妃位。3日后，10月16日成婚。诺。顾景轩，这一世我绝不负你。我这一世夙愿便是娶她为妻，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。
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可婉儿她真的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吗？哎，你们俩可有不满？儿臣不敢。秦婉非常满意。哎，既然没有不满，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谢恩呐！谢父皇安排。王爷，玉瑶小姐到了。你去外面守着吧。太子，太子，因为你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太子了。太子，发生什么了？你根本就不是穿越之人，是不是？我是，根本就是倭寇派来的奸细，是不是？我不是，不是。我说那把枪是你发明的吗？为何倭寇会有？怎么可能？太子，太子，你先放开我！太子，你要相信我。相信？就是因为你那支枪，我被扣上了勾结倭寇的罪名。要不是我是太子，早就被诛九族了。太子，你若不信我是穿越之人，早就把我供出去了。你若不相信我，我就不会出现在这儿，难道不是吗？是，我愿意相信你一次。你最好让我看到你的价值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我既然说了能够助你君临天下，就一定能做到。你只管信我就好。君临天下，如今我已深陷困境之中。如果你真有本事，还是带我走出困境再说吧。太子既然想让我帮你，你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呀？坐下说话。一定是侯清婉，是他拿到了枪。不是，父皇当时质问我的时候，特意避开了侯清婉。为了皇室的尊严，此事只有四弟和我知道。我猜一定是皇后趁乱拿走了那支枪，交给了父亲。没有声张，是因为怕有人趁乱说我是谋权篡位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只是个巧合，没有人要害你？四弟远在严寒，淡泊名利，不喜与宫中人交流，不可能知道枪支的事情，也不可能就此来陷害我。如此看来，对比他们，你的嫌疑最大。太子，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，我能力有限，做出来的枪只是最基础的，与西洋发明的第一支简易点火枪雷同。简易点火枪的发明时间刚好是今年。太子，你的机会来了。机会？什么机会？今年可是庆帝在位第6年。没错，是父皇在位的第6年。什么问题？历史上记载，庆帝在位第6年，东南沿海倭寇与北方蒙古族突袭皇朝，皇朝大败，一蹶不振。哼，胡言乱语！我朝国力雄厚，就算受到小势力突袭，也不至于一蹶不振。太子，倭寇与蒙古族若真如你所说的那么弱，为何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消失，反而越来越强大？还有这次四皇子带来的兵器手册，也证明了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学习，为的就是这次突袭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说的机会是什么意思？我查阅过历史文献，文献上说帝国覆灭是因为受到了敌方的声东击西的策略。声东击西？怎么说？倭寇与蒙古族在我国边境搞偷袭，放烟雾，从明面上看军队众多，所以帝国的人派了重兵出征，但实际上那些军队只是穿着军装的稻草人，真正的军队
早就已经乔装打扮，进入京都攻占要害部位。如此精密周到的计划，我朝必然是惨败无疑。太子爷不用忧心，现在你只需要联系最亲密的人，召集军队，待倭寇与蒙古族的人和帝国征战，9死10伤的时候，您再出手，坐收渔翁之利，围剿倭寇，夺得皇权。那父皇没死，我该如何登基？太子爷，只要你想当皇上，混乱之时，皇上不死，也得死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要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吗？那就想看太子是想当天子，还是想当孝子。不愧是穿越之女，这洞悉未来的本事，本王甚是喜欢。太子喜欢，玉瑶也甚是欢喜。清河，今日你召集大家来到沈家，是为了商量今晚完婚的事吗？父亲，今晚的婚事我已经交代好了，必定按照公主的行头去办，让婉儿风风光光的嫁过去。姐姐费心了，多谢母后。景轩，婉儿之前选错了人，如今选择了你，母后非常赞同。往后你定要好好对婉儿，本宫以及沈家都是你的后盾。多谢母后大人，多谢沈大将军。还叫什么大将军？该改口了。儿臣顾景轩拜谢祖父大人。赶紧入座吧。清河，既然不是商量婉儿的婚事，难道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吗？没错，婉儿，太子的贴身侍卫飞鹰来找我了。什么？他看见侯玉瑶了吗？没错，景玉让他出宫，将侯玉瑶装扮成侍卫带去了宫内。那他听到侯玉瑶跟顾景玉说什么了吗？说了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清河，婉儿，你们是在说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父亲，太子被废之后，今晚曾找到过我。婉儿，后天你就要成婚了，嫁给景轩，你真心愿意？婉儿愿意。四皇子待婉儿好，婉儿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。是，本宫是从小看着景轩长大的，他的才情和能力绝对在景玉之上，只是当时你非要选择景玉。不过还好，兜兜转转还是景轩，这回本宫可就放心了。不过姨母，还有一事，顾景玉私藏火器，伙同倭寇一事，不同小可，不得不防啊。皇上废了他的权力，把他关在宫中，若想要做什么，怕也不易吧。他出不去，不代表别人进不来呀。姨母，你别忘了，这火器可是在侯玉瑶屋内发现的，但太子对此事却绝口不提。你猜，太子为何这样做？为了保侯玉瑶？没错，这侯玉瑶身上定有太子需要的东西，所以我想，近段时间，太子一定会想办法让侯玉瑶进宫。你说的没错，此事好办。太子身边的贴身侍卫是本宫的人，长期潜伏在太子身边，如今也该派上用场了。婉儿就知道姨母定不会放任太子，一定会安插自己的人在其身边。如今看来，姨母果然明智。这皇朝是我沈家的将士用血铸成的，倘若他顾景玉有心破坏，定不饶他。什么？太子？
不是因为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才被废除的吗？怎么会？一个伤风败俗之事不足以废除太子，但若是跟倭寇扯上关系，那就不一样。此事景轩应该更清楚。没错，我当时就在现场。父皇确实是因为大哥疑似跟倭寇有勾结才被罢免的。这小子都已经成为了太子，他还嫌不足，竟然做出这种投敌叛国之事。他何止做了此事？飞鹰，属下见过皇后娘娘，见过老将军，见过靖王。飞鹰，那日景玉和侯玉瑶说过的话，你来复述一遍。玉瑶小姐近来说，不久之后，倭寇和北方蒙古势力将对皇朝进行偷袭。倭寇一族和蒙古势力在我国边境搞偷袭、放烟雾，从明面上看，军队众多，所以帝国的人派了重兵出征。但实际上，那些军队只是穿着军装的稻草人，真实的军队早就已经乔装打扮，进入了京都，攻占了要害部位。玉王爷和玉瑶小姐的谈话内容，属下汇报完了。穿越之女，这事可能吗？胡玉瑶如此教唆大哥，难不成是倭寇安插的细作？此事确实有很多蹊跷之处。侯玉瑶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他的话到底能不能信？我们都确定不了。我能确定。侯玉瑶确实是穿越之女，她的话的确是真的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婉儿为何如此确定？因为上一世就是侯玉瑶借着穿越者的优势害我惨死，如今的我是重生一世的侯清婉。婉儿，你在说什么？重生一世的婉儿？难怪清婉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母亲，姨母，其实婉儿已经死过一次，上一世是侯玉瑶联合顾景玉，还有我的亲生父亲侯正廷联手将我害死。你父亲怎么会将你害死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仅害死了我，还有您。那碗曼陀罗花，它是一种慢性毒药，长期喝足以致命。上一世，他们日日哄你喝下，将你也害死。这是上一世侯玉瑶在我将死之时亲口所说。婉儿，我没想到你父亲竟是如此薄情之人。他本是薄情寡义之人，只是碍于沈家的势力，他才甘于委身这么多年。当他得知侯玉瑶能够帮助他脱离沈家，成就他的大业之时，夫妻之情，父女之情，他早就抛之脑后。本宫早就对侯正廷不满，觉得他过于偏袒侯玉瑶，对婉儿不管不顾。谁知他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害于你，真是可恶！婉儿，都怪为娘不识人心，还苦了你。你本生性单纯，不善算计，可是我应该早就看出来的。都怪我。姨母，母亲，婉儿不苦。婉儿感谢上一世的教训，才有了这一世的觉悟，才有你们现在看到的侯清婉。世界之大，
无奇不有。上一世，他借助穿越之女优势，害你惨死；这一世，你便借助重生之身，让他们血债血还。婉儿，你放心，祖父我就算拼尽所有，也给你把仇给报了。侯玉瑶，上一世被你害得惨死之后，我幸得重生，如此这一世才能踩着你的路，让你无路可走。等着吧，这便是你的宿命。